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元。刚刚官方发布了更新公告，万国共宴。这个更新时间是在9月9日。那因为是周年庆的关系啊，所以这一次推出的活动会比较多，可能也会有一些官方的直播，各位可以敬请期待。那这一次的活动呢，就包括签到、登录7天、领取传说统帅。这里传说统帅有没有包括年度统帅呢？这个暂时是未知的，而且他这边说的传说统帅有包括到哪一个部分呢？这个我们也不清楚。然后回忆录呢是以往都会有的这个东西，就是看你在一年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，然后有做了什么东西，拿到了什么成就之后，玩家就可以换上头衔，你可以拿到一些宝石。我记得好像是500颗宝石，如果没记错的话。再聚首就是找回那些已经弃坑的玩家回来玩万国觉醒。天宫藏宝宝箱开乐乐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就不确定，因为之前好像没有出现过这个活动。然后接着就是钓鱼活动，就是我不喜欢的活动。原本一开始推出的时候，我还以为会变成我最喜欢的活动，结果变成我最讨厌的活动。真香市集啊，我们又可以卖我们的香瓜啦，还有大漠逆中，这个好像是每一年周年庆都会出现啊，就是一个沙漠有骆驼的游戏的画面，就是长这个样子啊。如果你们要看详细的玩法，可以看回我之前的影片介绍。简单的来说，在这个活动中，你可以拿到蛮多奖励的，可以拿到蛮多统帅的雕像，但前提是你要有足够的骰子。那骰子其实是要用钱买的，它礼包有分成2个，一个是黄金宝箱，另外一个是有3个黄金宝箱的，所以价格也不便宜啦。哎，毕竟周年庆啊，他们就是想要赚钱嘛。然后奇妙马戏团也来了，但是这个奇妙马戏团呢，就真的很看运气，只有1个玩家可以拿到就是饰品，而且我记得他给的饰品好像都是匕首啊。然后这个就看有没有人要玩咯，因为你也是要花钱去买门票才可以参加这个奇妙马戏团的。联盟竞答就是大家会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开始回答一些问题，争分夺秒，就打更多的野蛮人。那登峰造极，这也是更新了之前有提到过的登峰印记和登峰商店。所以我在之前介绍万龙觉醒的登峰造极商店中也是有提到，那这个商店中你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提升战力来获得印记，拿到那些印记就可以去商店里面兑换登峰造极的皮肤，还有皮肤的装扮，就是特效之类的，还有其他的奖励。注意，如果排行前10的玩家依然还可以获得城市主题，但是排名在前3的玩家是没有办法再获得定制的装扮，就是没有特效了。然后活动结束之后，印记会被回收。之前有一些观众就问我说，那些印记我能不能留到等到下一次然后再继续使用呢？是不可以的。然后也有一些观众就跟我讲，哎呀，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啊，如果你的王国也是死国，没有其他的玩家跟你去争夺皮肤，你拿到前10依然可以拿到皮肤。是的，这个是正确的，就算你没有达到最低标准，就是保底的分数呢，也是可以拿到前10的皮肤。但问题是之前有跟大家提过嘛，之后官方他们会合服，那如果合服了之后，就变成说玩家的活跃度可能会提升，就是讲有比较多人跟你竞争皮肤了，所以到时候可能皮肤不是这么容易抢。以暂时来说还没有开始合服呢，现在的情况拿到皮肤其实还是可以的。不过这个前10的排名应该在国际服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吧，除非是真的有一些玩家想要去争夺这一次的皮肤，尤其是这一次的皮肤是攻击力皮肤嘛，16%，所以我觉得应该会有蛮多玩家想要去争这个前10的排名，所以这一次的分数应该会突破天际啦，我个人觉得。但是保底的分数究竟是多少，这里的公告也没有提到，我们还是要等之后的公告，或者是要等到正式推出这个万国商店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知道。接下来全新战场功能及表现优化，激战行军加强版即将开始先锋体验。那我是有听说过这个激战行军加强版呢，会让你的部队冲进敌人的人群里面啦，但实际上表现怎么样，我们还是在观望吧。新增阵型双线阵，这个阵型是比较没有什么用的，行军速度会提升，但是当你的目标是野蛮人的时候才会提升10%。那我去问过了一些玩家，这个阵型有什么用呢？ OK， 如果你是要去打一些活动，比方说这里有提到的争分夺秒，你要打很多野蛮人的话，那么这个行军速度提升10%是可以用的。但是我觉得会特意去搞这个阵型的玩家呢，应该就只有那种大佬吧。
新增双线阵对应军器，然后可以从游历、委托、自选阵型宝箱、随机宝箱中，还有其他的活动中获得这个军器。然后新增这个双线阵的相对专属铭文：全新统帅卡奇米日和批评三世即将上线哦。新统帅吗？等一下我们要搜索一下，就是这2位统帅是完全没有见到过的。这个好像又是法国的统帅吗？对，法兰克的。一般会拿着权杖跟戴王冠呢，大多数都是法国的国王，唯一被称矮子的皇帝。然后还有这个，我是真的没有见过，这个是哪一个文明的？波兰哦，难道我们要增加波兰文明了吗？来稍微看一下，后续活动中获得全新统帅，那这个活动能拿到吗？就7天登陆。可是重点是这2位统帅他们的技能是什么？他们是金色的统帅呢，还是紫色的统帅？他这里只是说全新统帅，但是没有说传说还是史诗级的统帅。最后还有优化了统帅袁立金和曹操的主动技能，有可能是年度统帅，一个骑兵，另外一个工兵，太多东西可以猜测了。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知道，所以只能等他们再推出新的公告或者抢先看视频的时候，才可以知道这2个统帅究竟是哪个定位，他们的技能怎么样。失落之地及征服赛季迎来全新优化，新增赛季功勋功能，什么东西来的？将在部分失落之地开启先锋体验啊！它这个功勋功能没有说详细的是拿来干嘛的，它只是说开放而已。在英雄战歌、并无常事、11示意、不列颠之王4个剧本中优化了水晶科技，并开启先锋体验版。这个不是本来就有的吗？还有下调了水晶研究院升级所需要的水晶量，调整了科技刀枪不入、剑雨难清、长枪巨马、投石难摧，修改为列顿回歌、断旗追风、泽雨惊旋、崩云催泪。与原科技相比，新增了对敌方对应兵种单位伤害提升效果哦，就是说可能会增加那个克制的效果，因为我们一直在调侃说这个游戏兵种克制其实是不存在的。骑兵可以打赢步兵，然后步兵可以打赢工兵，根本没有什么克制的效果了。可能它增加了这个之后，我们的兵种克制会更加明显吧。调整了部分科技之间前后关系，请以游戏中显示信息为准。它这边也是完全没有透露什么东西。调整了科技败兵即返的效果，现在可以通过功能开关使溃败部队自动快速回城持续生效，且单支部队快速回城消耗的宝石从200降至80。对啊，之前太贵了啊，200都没有人要用。它降低那个开销的时候，我们会省比较多宝石啦。而且我之前就是遇到一个问题啊，就是我要让我的溃败部队快点回去的时候，每次要按它那个弹窗，而且那个弹窗你点击了24小时之后不再弹出，它依然还在弹出，就是一个 bug 来的啦。我跟客服那边反映过了，调整了在新水晶科技生效剧本中活动昔日荣光所产生的效果，新增对集结驻防部队伤害提升的效果。因为它从原本40%的伤害变成30%之后，就感觉好像打人不是很痛，而且驻防方会比较有力一点，所以官方现在改动了之后，打集结跟驻防会比较痛一点啦。优化了征服赛季报名的体验，新增了隐藏报名信息功能，国王可设置报名信息仅对指定人员可见。每一次报名 KVK 的时候，就会去某个王国看了，这个王国是不是要报名 KVK 啊？但是对于那些当事人、当事王国来说是很不好的，因为他们报名的所有途径呢，都会被其他王国给看到，他们只能等到最后1秒的时候才去报名，就很麻烦。所以他增加了这个功能之后，一方面是为了那些先锋王国着想，但是一般王国其实不需要用到这个功能。其他优化与内容更新，新增了语音聊天室，哇哦！玩家可以在联盟捐团或自建群聊等频道进行实时聊天哦，语音聊天哦。但是我觉得大多数玩家应该还是会用 Discord 吧，因为 Discord 真的很方便。当然，如果游戏里面有内建的话，也是好事情啦。优化了联盟官员权限，将官员权限中的编辑联盟资料权限从信息管理转移至高级管理中。OK， 这个不是很重要，对我们来讲。优化了技能预览或动画，对于尚未招募的团
统帅技能预览动画中将显示伤害数字哦。优化了统帅攻略的天赋预览，天赋点数将在预览中显示啊，这样这个蛮方便一下的。OK， 大概就是这样子咯。这一次的公告，至于各位看了之后有什么想法呢？我觉得大家比较期待的就是这2位统帅吧。不过多2天，9月6号他们会有一个线下聚会啊，相信在那个聚会中就会把这些公告啊，或者是信息之类的全部都公开出来，到底有哪一些统帅之类的。我觉得应该是金色。如果他在线下公布这个是史诗级的统帅的话，我觉得会被人家打。当场被玩家暴打，策划就要捂着伤口回去中国了。OK， 大概是这样子吧。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